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被川普描绘为12分成功的川习会，给世界带来的既不是中美贸易战停火，更不是贸易战的结束，充其量它只是规避了贸易战的升级失控。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都在争论川普和习近平这次是谁给谁跪了，但更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双方目前都采用回避破坏性冲突的拖延策略，这对中美乃至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拖延最终对哪方更有利？这个低温度贸易战下，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会如何表现？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些话题。川习会还没开始，《纽约时报》就发文断言，特朗普不只是输掉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了，写这篇自信文章的纽时作者，在2013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也自信地断言，习近平是改革派。但是这些西方主流媒体虽然屡屡展现他们的愚蠢，但是他们不懈努力也的确造成了广泛的信息混乱。我发现在川习会具体达成的协议这些基本事实上，网上也是众说纷纭。在深度分析前，为了保证大家在基本事实上有个共识，在认知上有个共同基点，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这次川习会后双方在贸易上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让步。首先，美国一方的明确让步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美方同意将此前因芬太尼而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从 20% 降到 10%， 下降的结果是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的平均关税率从 57% 降到了 47%。 那么第二，美方同意暂缓执行 50% 规则1年。关税的问题大家都理解，那么这个 50% 规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所谓的 50% 规则是川普政府9月份公布的一项新规定，主要目的是要扩大和强化对那些列在美国政府贸易黑名单的公司的制裁力度，把对这些公司的制裁扩展到被这些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规则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一个中国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或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黑名单，那么被这个中国公司持股 50% 以上的所有公司也将自动被列入黑名单。一个公司一旦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那么这个公司在做生意或进行技术转让等方面都需要获得额外的许可，这就意味着要遵守各种额外的美国和美国盟友政府的审核。作为川习会的一个重要成果，中共商务部高调宣布，美国同意将这项新规定的实施推迟1年，也就是原来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公司依然会在被美国制裁之列，但是他们控股超过 50% 的子公司在未来1年不会被视为黑名单上的公司，而被实施各种限制。这个看似是美国的让步，背后的真相却是中美之间的另一个隐秘的博弈，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解释。除了上述的美方2个明确让步之外，很多报道中还模糊提到了中美双方似乎还针对人工智能芯片进行了讨论。就这一点，川普后来明确表示，英伟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系列芯片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报道在提到这个话题时还说，中共政府正在考虑允许中国公司恢复购买英伟达人工智能的芯片，因为此前中共政府曾阻止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的 H20 芯片。大家应该还记得2025年8月，川普政府和英伟达达成了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协议，允许英伟达卖给中国 H20 芯片，前提是英伟达需要向美国政府上缴对中国相关销售收入的 15%， 也就是所谓的收益分成。这被认为是川普变相的出口税。目前英伟达最新的 AI 芯片技术是 Blackwell Ultra 系列的芯片，在这之前是 Blackwell 系列的芯片，而在 Blackwell 系列之前的主流芯片是 H100 芯片系统，而这个 H20 芯片是 H100 芯片系列的阉割版，也就是比当前最新芯片老了2代的芯片的阉割版。
是英伟达为了符合美国政府出口限制而把 H100 芯片的某些性能有意降低后的合规版。就这，英伟达 H20 在中国的定价还是很高，因此中共对这个 H20 芯片非常恼火，高价阉割版还要给美国政府补助 15%。最近一些中国企业声称，他们的国产芯片已经在性能上达到了 H20 的水平了。中共官员听到以后就真的上头相信了，于是前些日子中共开始限制中国企业购买 H20 芯片。因此如果上述有关中共在考虑允许中国公司重新购买英伟达 H20 芯片的报道属实，那有关芯片的这些讨论更像是中共对美方的妥协，而不是美国对中方的妥协。那中共一方又做了什么赢得了上面提到的美方的那2个明确的让步呢？首先当然就是稀土问题了，核心内容是中共同意暂停1年执行他们在10月9日新宣布的那些挑战世界的超级严格的稀土出口限制条款。虽然川普说中共这个让步意味着中共稀土出口的障碍已经被彻底消除了，但是事实上中共承诺的只是暂停10月9日出台的那批最新的最疯狂的出口管制，但是中共对稀土出口的其他控制并没有减少，包括中共10月9日前就存在的出口许可证制度。中共并没有说他要改变他在4月份推出的稀土出口许可证制度。许多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继续维持那些出口管制程序，这就意味着希望进口中国稀土磁铁的美国汽车、电子产品和军事国防公司还是需要经历获得中共政府许可证的繁琐过程。中共的这个不透明的许可证审批过程通常需要数周，有时还会被莫名其妙的拒绝或拖延，这都让美国制造企业非常沮丧。中共能维持现有的出口管制程序，就是让中共保留了它能利用稀土未来继续作为它和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最有力的杠杆。在稀土问题上，中共的让步只是从10月9日的疯狂状态中恢复到了此前的状态，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稀土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中美贸易战中还可能随时升级。我在以前的节目就分析了中共10月9日发布的那2个疯狂的针对全球的稀土出口管制公告，主要目的就是中共给习近平在这次川习会前增加筹码，那完全是中共凭空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筹码。如果中共就是靠这个新筹码就逼迫美方做出上述的2个明确让步，那还真不得不承认中共和习近平在这次会晤中是白占了上风。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中共除了承诺推迟执行10月9日的那个疯狂稀土政策外，还做出了其他的额外的明确让步。首先就是中共再次和川普打大豆牌。在川普今年启动贸易战后，中共有意停止购买美国大豆，对美国豆农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财政部长本森特表示，在双方这次达成的协议中，中共同意在这个大豆产季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并在未来3年每年购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贝森特说，美国的豆农一直被中共当作和美国博弈的政治筹码，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豆农未来这几年的生意应该会很兴隆。同时媒体又引用所谓的匿名知情人透露的消息，说中方谈判代表坚持要求在协议中加入中方只会根据市场价格对美国大豆进行采购。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美国供应的大豆不具备市场价格竞争力，中国就可以不买。因此媒体分析说，中方强烈要求加入这个措辞，就暗示着中方在给自己日后毁约留后路和借口。目前世界大豆市场主要是美国和巴西在竞争，这个要市场价格的要求就需要美国豆农在巴西的大豆涌入全球市场前确定售价。就今年而言，中国已经基本选择了巴西的大豆，已经跳过了美国的大豆收购季节。那么明年
美国豆农就需要在2月份巴西大豆大丰收前尽快确保销售。不过，参与谈判的川普政府官员对此却不是特别担心，他们感觉中共特别要求加入这个条件，更多的是中方想自我保护。中方是用这个条款来防止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中方承诺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情况下，美国豆农可能会任意抬高大豆的定价。同时，川普政府还要求中方必须满足承诺的采购数量，这就让中方处于非常不利的经济状况。虽然我绝对不相信中共的 DNA 中有恪守承诺的基因，但是我绝对相信中共有基本的智商，能够看明白在贸易战中谁的拳头更硬这一点。很多人说，在川普上一任的最后一年，2020年，中共也和川普签了一个官方的贸易协议，其中中方也承诺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大豆。但是川普一下台，中共就立刻把那个贸易协议当成历史文件忽略不计了。那为什么这次美国要相信中共会信守承诺呢？关键就是现在是川普第2个4年任期的第1年，而且在这次双方的共识中，有关中方购买美国大豆的4年时间就特意设定在川普这次任期的4年。显然，这个安排实质上就是中共在用购买大豆来贿赂这届川普政府，就历史上用大豆逗川普玩的做法表示道歉，而川普政府对这其中的暗示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交易双方都诚心希望把交易做成的情况下，协议条款只是一个形式，只有交易一方不想再履行协议时，协议中的一些条款细节才会被搬出来做文章。当然，川普这边也有他的算法。川普从4月份掀起的这场全球关税战中，目前看各方套路已经非常清晰了。虽然川普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对各国关税税率的起点是 10%， 但是显然各国和美国开始谈的时候，美国是用税率 25% 作为基准开始谈的。像越南这样的不太富裕的国家，一方面经济上极度依赖美国，而另一方面又没有多少钱可以投资美国，那最终的关税就是 25%。 而像日本这样的富裕国家，有财力给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那日本就能用钱把税率买低 10%， 就像贷款中花钱把贷款利率买低一些一样。所以美国对日本最终的关税就是 15%。中共这次承诺的买美国大豆的钱，就相当于承诺在大豆这一项上就会购买350亿美元的美国货。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降低了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还是符合川普在生意上一视同仁的商人做派的。当然，这次美国降低的是芬太尼方面的关税。在目前的协议中，中方的另一个关键姿态就是严肃承诺要加强严格的控制和打击制作芬太尼的化学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的非法出口。但是中共的承诺有任何价值吗？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是的，中共承诺的价值通常不如一卷厕所纸。那么这一次美国为什么把中共的承诺还当回事呢？一个原因应该是川普政府也需要给自己降低芬太尼关税 10% 找个台阶开玩笑了。在我看来，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最近一个芬太尼大毒枭全球追捕行动中，中共可能发挥的那个作用，也许让美国感觉这次愿意给中共这个承诺一个机会。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跨国芬太尼大毒枭的名字叫张之洞。是的，他是一个出生于北京的中国人。有关他的故事足够一个电影的题材。张之洞的发迹起步于他从中国跑到墨西哥后，他娶了一个墨西哥的太太，拿到了墨西哥的公民身份。他表面很低调，在墨西哥邻居的眼里，他是个个子不高、话不多的普通中国小商人。可是在贩毒圈的人给他取了各种外号，什么王哥，什么 Mr. T 等。最后他成为世界多国执法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张之洞玩的不是街头卖毒那种末端游戏，他主打的是整个国际贩毒和洗钱链上的上游。媒体和执法通告里说，
他帮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打通了供应链和金融网，从中国把合成芬太尼所需的化学原料一批一批运到墨西哥。这条供应链大要命了，上游化学原料多来自中国，中段工业化生产主要在墨西哥，成品往北进入美国市场。这些大量的材料都是怎么运的呢？是他用他组织的一个外库公司网络，用一系列的分散的银行账户，用加密货币等等，他把货和钱拆成碎片，在不同国家流动。网络中的各种人员又是怎么沟通的呢？为此，张之洞还发明了一套用咖啡、食物这类听起来很日常的暗语系统，而他们实质讲的是粉末、纯度、重量和价码这样的毒品概念。那为什么人人都愿意和他做呢？很现实，他能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化学原料怎么报关，路线怎么接手，万一货丢了怎么补，钱如何洗，这些问题他给的是方案，不是简单的口头说法。而且他懂对接，谁缺料，谁急着出单，谁愿意出高价，他都能牵上线。久而久之，大家就把他当成纽扣，把中国、墨西哥、美国甚至欧洲的一些口岸全扣在一起的那个纽扣。更夸张的是，张志东不仅构架了供应链和金融网，他还亲自教工艺，把芬太尼原料怎么一步一步合成高纯度的芬太尼，产量怎么做大，风险怎么降低，他手把手培训墨西哥当地的芬太尼生产人员。在整个国际芬太尼贩毒网络中，张志东就是那个把化学、物流、金融和黑市语言打包在一起的枢纽。终于2022年，美国司法部在亚特兰大对张志东提起诉讼，控告他贩毒和洗钱罪。墨西哥当局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在2024年10月在墨西哥城把他抓起来了。很多人以为张志东的故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在他被居家监禁10个月后，2025年7月，他居然在居家监禁期间人间蒸发了。居家监禁怎么能好了呢？据墨西哥环球报报道，邻居看到3名男子翻越了关押张志东房屋旁的栅栏，然后就看见张志东从通往另一处房间的洞口逃走了。也就是张志东在墨西哥毒品集团的协助下，从民宅挖出地道逃亡。在逃亡过程中，贩毒集团还动用多辆汽车来帮助他迷惑执法部门。张志东的这次越狱发生的时机极其敏感，在墨西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当时墨西哥的辛鲍姆总统正面临川普政府的指责，说墨西哥政府在放纵芬太尼大量流入美国，美国甚至威胁考虑直接派美国军队进入墨西哥消灭毒贩。而张志东呢，这边他首先是搭乘私人飞机飞往古巴，他选择古巴是因为古巴和美国没有引渡条款，但是古巴也只是他逃亡计划中的中转站。很快张志东就从古巴乘飞机飞往另一个和美国没有引渡条款的国家俄罗斯。据说他原来是计划从俄罗斯再逃到一个更隐秘的避难所。诡秘的事情在俄罗斯发生了，张志东精心找人制作的伪造身份的护照，足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机场以假乱真。但是当天入境俄罗斯时，一贯做事懒散的俄罗斯官员却精准地识别出他的证件造假，然后几乎和墨西哥毒枭集团没有什么交集的俄罗斯情报部门又第一时间准确确认了张志东的真实身份。这一系列意外操作不得不让人怀疑，有某个国家在第一时间内通知了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关张志东的情况。回想张志东能够在中国和墨西哥之间完成大量的货物和资金转移，按照中共对中国的控制，特别是对外籍人员的控制，很多人相信中共早就非常清楚张志东在干什么了。中共放纵他这么干，大概率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间接在强化中共手中对美国的芬太尼这张牌。张志东在给自己挣钱的同时，也在为中共的大目标服务。但当中共需要向美国展现自己在芬太尼方面的决心时，张志东就是中共手中最不用吝惜的那个代价。
在俄罗斯把张之洞遣返回古巴后，10月20日，古巴当局在哈瓦那国际机场就逮捕了张之洞。10月23日，在墨西哥安全部长的要求下，张之洞被从古巴引渡回墨西哥，而第二天10月24日，张之洞这个芬太尼国际大毒枭就被墨西哥移交给了美国当局羁押。时间上完美为10月25、26日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马来西亚就芬太尼税率的会面做了一个献礼。这世间极少有完美的巧合，巧合的尽头大多都是剧本。我们前面提到，美国这次的第二个明确退让，就是同意暂缓执行50%规则1年。但准确说，这不是美方的单纯退让，而且它和芬太尼稀土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它更像是中美博弈中的一个独立降温事件。美国9月公布的50%规则，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文泰科技已经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因此它控股超过50%的荷兰的安氏半导体公司也就自动被列入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政府以保护欧洲经济和技术安全为理由，依据荷兰的相关法律，宣布文泰科技从此不再对安氏半导体有控制权。这个行动让中共大怒。安氏半导体公司的总部和研发部门虽然在荷兰，但是和众多跨国公司一样，它的一些关键生产部门在中国。安氏半导体大约70%到80%的产品在交付给客户前都需要在中国进行加工，于是中共政府宣布暂时禁止安氏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中国以外。这一决定立刻在全球汽车行业引起轩然大波。安氏半导体的产品如二极管、晶体管被广泛应用于从测速表到气候控制系统的全球各种品牌的汽车上。中共一开始禁止安氏半导体产品离开中国，全球汽车企业立刻开始出问题。例如，日本本田汽车就因为这些零件的短缺，这周开始就不得不关停多个北美工厂的生产线。在川崎会后，美国宣布暂缓执行50%规则1年。这个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安氏半导体就不再自动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了，因此荷兰政府也就不必要从中国文泰科技拿走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了。而中共这边相应的回应就是安氏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将被允许重新出口了。因此美国暂缓执行50%规则的决定，与其说是对中共的退让，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了美国自己的汽车厂不关门而不得不做出的调整。这个例子可以说是中美这轮贸易冲突的一个完美缩影。过去10个月，中美两国在关税、贸易、出口限制、技术转让等各个方面经历了几轮的硬刚，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川普政府和中共应该都深刻意识到，此时此刻中美两国在经济技术层面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谁，谁都不可能在这轮贸易战中取得全面压倒性的胜利。中美贸易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和当前的俄乌战争处于非常类似的状态，交战双方任何一方都很难快速取胜，从而摆脱这个焦灼的状态。我知道很多常看我节目的人可能不喜欢面对我上述的这个结论，如果您基于事实和理性分析能够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论，我非常希望您能在节目下面留言，和我和其他朋友分享。基于这个观察和结论，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美双方在贸易冲突问题上，无论嘴上喊得多么果断和坚决，最终双方的落地协议应该走的都是拖延问题，回避冲突升级，从而避免造成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就如同这次川崎会后双方做出的一系列临时妥协的协议，也就是双方最终选择搁置直接冲突这个拖延策略，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贸易战的主旋律。基于这个判断，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目前在短期投资中直接实用的结论。如果未来中美贸易在面上又显出互相掀桌子的场景，
不管双方表演的多么逼真，你都不必太担心。不过，投资做生意最大的敌人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美中目前采取的拖延策略，对中美乃至全球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头疼。川习会虽然成功避免了最可怕的贸易战升级，但是中美众多企业应该都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时代企业安心赚钱的那个岁月静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美之间的这种低温度对抗应该是未来两国贸易的新常态。那么这种状态长远看对中美两国哪国更有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看这个新常态中企业是如何调整的。首先就是这次川普把大多数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 57% 降到了 47%。就是这样，中国商品的关税还是世界最高的，比越南这样的国家还要高出超过 20%， 比日本这样的美国盟友还要高出超过 30% 以上。另外，中共开始大量使用出口限制的政策，包括对稀土的出口和我们前面谈的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出口限制，这都让全球企业清晰意识到未来依靠中国的产业链的可怕之处。在对多个企业高层的采访中，他们都表示，和越南、泰国等替代国相比，美国对大多数中国商品的关税还是要高很多。更关键的是，中美之间的不断的新冲突以后还可能随时爆发，因此无论未来中美之间关税是否会继续降低，在中国以外实现企业供应链的多元化，都是目前众多企业的当务之急。过去数年，美国公司把生产线迁出中国的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些企业决定的直接后果已经在近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中清晰展现出来。根据中共自己的数据，2025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 17%。而另外10月3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10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49，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49.6， 这标志着中国制造业活动力已经连续9个月处于收缩状态，并创下过去1年的新低。川普政府一直喊着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一些了解美国人工状态的人对这个说法能否实现非常怀疑。目前看，川普政府有意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设定 10%到 25% 的关税，同时对中共国的关税依然保持在 47%。从川普制造的这个全球贸易新格局可以推测，川普政府应该也清楚，把所有制造业都搬回美国的可能性不大。而川普关税的新格局显然是要首先把制造业从中国逼出来。根据上面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已经在发生了。这说明什么？在目前对两国经济没有太大冲击的这种低温贸易战中，川普政府希望产业链离开中国的现象已经成功的发生了。对照中共那边，他们最新的5年计划核心强调的还是提高中国制造能力，做到全面自给自足，而不是全力提高内需或如何做一个负责的世界公民，和谐融入世界经济。其实最终两国的目标是有可能同时实现的。在全球产业链离开中国的同时，中共国成功实现全面自己生产自己用的经济闭环。但对于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共经济，这样的闭环其实就是一条死路。中共做的很多抉择，细想起来都感觉没经过大脑。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